好，那么沈庆金、应小薇加保3000万，哦，就是说觉得原来保还不够，加保3000万。那沈庆金原来保的原来就是1亿的保，现金保，加上2亿的保证书，然后别人给他保证书，也许银行，也许其他机构给他保证书，哦，所以1亿加2亿的保证书，如果他保了，那些保证人要出2亿。但是沈庆金说，我都没钱了，我向张家柱借了3500万了，哦，然后向另外一个人借了500万了，他们现在都在催讨啊，说他们也要用钱啊，借到什么时候？哦，所以希望降保，哦，说我穷了哈，但是法官还说怕你跑，加3000万，哦，应小薇加3000万。那柯文哲一共4个案子被重判17年，黄国昌说不可相信，哦，那只要柯文哲不放弃，我们就不放弃，哦。那柯文哲太太昨天讲了，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哦。柯文哲最近家有喜事，儿子拿到东京大学的博士，啊。那小草说我们相信柯文哲的清廉，所以很多年轻人小草喊司法已死，说民进党真的想被下架了，哦。那个柯妈妈很可怜，前一阵把腿给跌断啊，那说呢躺在床上，而且说跌断腿还不敢告诉柯文哲，怕影响柯文哲的心情啊。所以柯妈妈在这个听到这个判决以后呢，说我儿子是清白的，我不相信，谁信啊？就是第一个，他这2种，一种我不相信他，那还谁相信他？第二个是我不相信谁能够相信我儿子不清白了，这个意思啊。那另外呢，柯文哲昨天就讲说，连我岳父都已经过世了，账簿都没拿去查，因为想要查金流。哦，但现在好像找不到金流哈。那柯文哲说，台湾已经民主化30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哦，那另外呢，吴宗宪国民党立委，原来是国民党的这个文传会主委，现在要去这个宜兰要跟晚会要争取提名了哈。那吴宗宪就说，他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侦查外流，第二个是压人取供，第三是无限抗告。所以无限抗告就当时最早的时候，法官要判就不用羁押，比较。检察官一直告，后来法官说：“你到底要告到什么时候呢？”哦，那检察官说：“所有的证人都要问过啊，什么才算啊？”哦，那另外呢，就是说有压人取供，还有呢侦查外流这点哦，就检察官每次重要的案子会跟你说，侦查不公开，对面不要讲。过没几天，周刊都有了。那当事人没讲啊，那谁去讲的呢？谁讲的？而且我不解的是说，赵立长检调都很会查。到现在为止没有查过一个检察官因为泄密有罪的，一个都没有。不是只有柯文哲个案子哦，好几个案子都这样，一个都没有。那这很奇怪啊！你要先斗垮，先斗臭，先把你搞臭，管他以后怎么判，然后替我的判决来铺路，这很不应该的，真的不应该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吴宗宪就说，侦查外流、压人取供、无限抗告，这是3个乱象哈。那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也说国民党呢，这个对于柯文哲受到政治迫害。国民党是声援的，认为政治介入司法哦，而且呢，在野党如果还不能够团结，只有被欺压的更厉害。在野党已经这样子了，如果还不能团结，就更糟了啊。那民进党的委员就说呢，这个2028柯文哲已经出局，他就不能再选了嘛。而且民众党会不会因此泡沫化啊？这也是刚刚这个记者问晚会的啊。我们看蒋万安怎么说。前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下午的金华城案是判决确定了，一审被判刑，一共是17年，褫夺公权6年。那么下午台北上蒋万安在出席活动之前也对这做回应。民众期待的是司法要本于事实，厘清真相，要务重也要勿枉，不要让民众有双重标准以及政治追杀的感觉。对比共谍案以及近期大家看到的中油官员涉贪案等标准是否一致，民众的眼睛是雪亮。蒋万安是举例了，包括一些共谍案，还有中油官员的涉贪案。他说，对比之下，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也强调司法应该要勿枉勿纵。洪伟，我觉得先看到那柯妈妈，我觉得心里蛮难过啊，天下父母心哦，我想她一定很担心。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柯文哲红的时候，柯妈常常被访啊，是没有错，而且而且他爸爸也过世了。其实我觉得很辛苦啦哦，希望他们能多加油。家破人亡。对，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个政治的效应上。
第一个，柯文哲以一审判决的结果，那他跟2028是无缘的。另外一个，他也应该是不能够回任这个民众党的党主席啊。我想至少在这个政治的这个影响是这样。但是很多人都会关心说，那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蓝白合？我个人会认为啊，在这个判决出来之后，我相信民众党的支持者、柯文哲的支持者，或者大家所谓这个所声称的小草，一定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判决。好，那比如他讲说司法已死，一定会觉得悲愤莫名。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唯有在2026跟2028蓝白合作下架民进党。否则，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司法的乱象、司法的滥权，好，或者在司法里面被政治干预，它不会得到解决的。刚才主持人也说，在讲说所谓的侦查外流，哈，就是我一直都说侦查不公开，结果会变成大公开，没有任何一个检察官因为这样而被办而负责。而且只是越演越烈。大家回头想想，在柯文哲这个案子里面，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侦查外流，好，如果你今天你跟我现在是退1万步哦，你如果是真的是跟案情有相关的，好，你侦查外流，很多是根本案情没有相关，而且呢无中生有出来，然后透过这些绿色媒体大肆的报道，事实上做政治的谋杀。我直接在讲。第一个，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说要找钱金流，说有所谓的冷钱包，好，说要怎么样把它破解？请问一下，冷钱包在哪里？后来发现说冷钱包根本不知道在哪里。另外一个更离谱啊，这个很八卦，说在这个查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它有一个什么清凉照，好，还有一个 Woman 的档案。那请问一下 ，Woman 的档案跟这个金华城的案情，或者是说他什么公益侵占的案情有什么相关呢？你知道吗？我碰到很多的男性朋友说，可能很多男生里面真的就会有一些什么清凉照的，大家可以传来传去。可是这怎么样？这就代表他贪污了吗？这是一个司法的审判过程里面进行的政治人格的谋杀，就是政治人格的谋杀。那我们的司法可以被让他整个的滥权到这种地步。好，那现在那个沈清金也被重判，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沈清金不是去住院吗？什么身体不好去住院，然后检察官呢就跑到医院去，他明明是要去侦讯哦，然后呢把所有的录音关掉，录影关掉，因为他就是要他来咬柯文哲嘛，他不是说他不咬，但是就是这样子，等于说关掉录音，关掉录影。然后明明是去做侦讯，后来这个消息被外露之后，检察官讲什么？他没有，他说我没有去，我只不过是去探病的。我在讲这些，大家慢慢回想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容许司法到这样的地步吗？那另外，我觉得在这个案情里面，这次的第一审判决里面，就是有关于那1500万，哈，因为1500万，你想想看，柯文哲被关了1年，刚才吴宗宪也说无限抗告要一直压。那大家就想说，那检察官你可以找到一个任何的金流嘛？至少到目前为止，到一审判决结果呢，法官没有他没有采取，因为他认为他没有办法说这1500万。就感觉就是市政不足嘛，所以也就是说，你在这种无限抗告的过程，你已经上穷碧落下黄泉，然后没有找到一个金流的证据，最后法官没有采认。我觉得这都是会未来在做司法上的攻防。未来这几年，柯文哲还有这几位被判刑的，一定要在司法上做攻防。但是我刚才为大家所回想的，这只是在这1年多来，我们觉得司法不可以会被操纵，或者是可以滥权到这种地步。所以从政治上，我仍然是只有一句话，我觉得在此时此刻，更加证明蓝白要合作的重要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柯文哲这个案子今天宣判呢，当然引起朝野以及社会相当大的瞩目了哈。那判了17年，哦，检察官求刑28年，判了10几年。
那应小薇什么也都15年，其实都蛮重的哈。而且沈基金跟应小薇还加保，再加3000万哦。本来以为柯文哲会加保，柯文哲要求减保，后来就维持性了。柯文哲如果不要求减保，搞不好也加了。我记得说他要求减，法官说还给你减，好了不动了。我不知道我是随便猜了哈。来，这个嘉玲怎么看？我想这个案子当然大家都很关心啦哈，不过刚刚听几位在讲，包括看到蒋万安市长哦，我觉得怎么人也是你，鬼也是你啊。当时候台北市政府把所有的资料移送给他们，哦，什么卷宗什么，大家还记得那一段吗？好，如果柯文哲在容积率上面他没有违法的话，那些资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不是柯文哲自己的资料呢，是市政府的资料呢。我相信叶律师也当过法官的主委，你知道啊。所以蒋万安讲这个话，变成说，大家都希望说，在国民党立场，我希望蓝白合，但是他其实没有理白的呢。在新北市啊，黄国昌多可怜呐，国民党根本就不理他，他到处走，没人理他啦哈。所以我说，在政治上，当然大家有大家的想法啊。不过呢，不要说人也是你啊，鬼也是你。那另外一个人说没有犯罪的事实，那奇怪了，这个邵秀佩他为什么他这一次能够减刑到1年3个月，好，缓刑3年，就是因为他犯罪自白，而且呢适用证人保护法，好，犯后的态度良好。还有谁也减？还有彭正生，他本来呢那时候起诉是3年，他后来也认罪啦。奇怪啊，这2个是民进党派去的吗？这2个。一个是柯文哲的副市长，理论上应该是你柯文哲的人才对。那这个邵秀佩呢更妙，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公务同仁。那如果这个公务同仁没做就没做，他怎么可能为了说啊我没做我去认罪？这个是会出问题的，不是吗？所以到底在金华城容积率上面，到底柯文哲的210万有没有对价关系？这显而易见嘛。前面220，那你后面给他更庞大的利益，不是吗？还有柯文哲不只是金华城这个案子呢，他还有政治现金的案子。你说大家都150你没有承认，嘉义文人那个周华桃的头，他不是说他给300万给柯文哲，踩飞轮可以收300万？好，基隆市长谢国良的妈妈。是不是捐了200万，由邱佩玲副市长拿去的？这个部分，柯文哲也没有否认啊。那是不是有政治现金侵占的问题？这个部分显而易见嘛。我光举这2个例子就有了哈。所以另外一个那个背信罪哈，就是把这个基金会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公务同仁，大家已经在社会上那么久，可以用基金会的钱来支付竞选办公室的员工的薪水嘛？他当然是不行嘛哈。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点哈。这个需要去做厘清，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判决书，它里面到底它求刑它的内容具体根据是什么，有哪些证据？我想等判决书出来再说。但是就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知道事实就已经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是觉得说我赞成柯文哲前党主席应该为他自己的清白在法律上来努力啦。不过现在最开心应该是黄国昌，他现在还是稳稳当当的当民众党主席。不，我相信柯文哲一定会上诉的啦，一定会上诉。来，那个等一下再请岳律师综合。来，向龙，这个案子的判决，就像第一个就是说政治人物都判很重，比如柯文哲、应小薇都判得特别重。第二个就是柯文哲判的17年多里面，其中有13年。基本上贪污治罪条例认定你行贿，那因为这个条文是10年以上的到有期徒刑，所以如果判13年，基本上面的是中高标准。但就在这个罪了，因为最低都是10年以上嘛，基本上他就认定了，然后呢都在这个标准呢超越了，就是说呢低消的部分。第三个就是说。在他的判决的理由里面来讲，因为他没有去采用那1500后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而是用了210万，他就认定这210万虽然进的是你的政治现金的专户，但是他认为这210万分成7个，就是微金小沈的手下，每个人30万呢，因为法律规定一个人只能捐30万，对，最多30万，所以拆分成7个人头进到你的政治现金专户里面，但是认定了这个是呢对价关系成立，关键就在这个部分。那如果不是这个条文的话呢，那今天柯文哲怎么判都判不到呢超过10年的部分。好，那这个里面。
他会留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大部分从一般的庶民的角度来讲，柯文哲接下去一定会面临到一个他不甘愿的事情。柯文哲过去是声援陈水扁，声援的非常的积极、非常激烈，站在第一线的。陈水扁的贪污呢，是中饱私囊，成为家里面的私人的账户，在海外的不断的转移的，那变成他们家的。就是他的儿子是可以带着呢当时的未婚妻呢去看我们家有这么多的现金是我们家的，但是我相信一点，我相信柯文哲在法庭上面反复陈述的时候，我这辈子不管钱，就是呢钱呢我都没有中饱私囊，但是中饱私囊这4个字，其实它到底是个法律用语还是一个道德用语？我相信柯文哲在道德层面上面，他没有拿的这些的钱去过奢华的生活，或者是买房子、买珠宝，或者意图呢将来呢给自己留一笔很丰厚的这个所得，我相信没有，因为在所有的法官呢在清查金流的时候，没有看到这部分，他只能够说在选举每一个政治人物在从政的时候，他很可能都会遭遇到就是钱不够用。钱不够用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典型的许多的政治人物不小心呢就踩进去，就是呢在项目上面呢随意的流用，便宜行事。那为了要找到钱，虽然钱不是放我口袋里面，许多会认为我只要没有拿来供我个人消费，过奢华的生活，那基本上面呢就不算是贪污。但是在法律上面，显然呢，他就不是这样认定。好，再来就是说呢，他在柯文哲的求刑上面虽然没有采用了1500问号，但是柯文哲在庭上的10多次的时间呢，拒绝对这件事情的证言，我认为法官是有心证的。法官是有在这方面呢是加重的，所以接下去的问题就是，我也不会说呢，今天所有声援柯文哲是错，但是要把道德层面跟法律层面分清楚。柯文哲在道德层面上面，我相信他没有中饱私囊，他不是像某一些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郑插灿啊、陈插扁啊等等，他们的那种的中饱私囊，是把钱放到口袋里面，成为我非常丰厚家底的一部分。这部分我们没有看到，所以你可以相信柯文哲呢没有，但是在法律上面来讲，接下去的攻防呢势必要改变，否则呢柯文哲呢2审、3审仍然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好，叶律师，因为我觉得刚刚议员提到说这个什么神也是你，鬼也是你哈，说蒋万安的市府把资料移送给这个地检署啊，好像意思是说是蒋万安故意陷害柯文哲。我觉得这个讲法就有一点点误导了哈，因为其实地检署今天他在进行调查的侦办的过程当中，他如果发函来跟台北市政府要求，台北市政府是没有理由拒绝的。好，你如果拒绝，他就直接来搜索市政府，那还一样把东西带走。所以如果地检署要求的话，市政府其实只有配合的义务啦。哦，那柯文哲到底有没有中饱私囊？其实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啦。不过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回想想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一些事情？当初最早的是柯文哲拿了4800万的现金去买商办。大家问他说：“你的现金在你财产申报上只有2400万，你哪来的4800？”好，那这个差额到底哪里来的？后来民众党有一个说法说啊，我们是把我们的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补助款2/3都给了柯文哲。那总统、副总统选办法的规定很清楚，这个钱是给政党的，由政党收取。那民众党怎么可以把交给政党收取的选举补助款给柯文哲呢？坦白说，这边也有背信的问题啦。哈，那这个也是中饱私囊啊。国民党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可以把这个政党的选票补助款拿来说，对不起，你要给我嘛？这个坦白说，我都觉得都是可以被检讨的啦。那我坦白说，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判决，我们当然也是很遗憾。柯文哲市长曾经是这么闪亮的一个政治明星，不过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都要经得起检验啦。好，我觉得最终他能不能对得起他当初对选民清白的承诺，这是他自己要面对的事情。因为现在只是1审嘛，对，那整个过去的经验哈，还有你看这个案情哦，而且牵涉这么多人哦，还有2审，还有3审，甚至还可能发回更审等等，整个程序要走多久？2审至少要弄大概1年吧。算快的了，算快的，因为被告这么多，但是因为证据在1审的时候原则上调查过了，好，所以除非你有什么新的证据要调查，所以2审会比较快。
那3审的话，其实就看状况。现在3审书面审吧，因为他不会开庭嘛。好，那通常如果很快发回就发回，如果没有发回的话，那也许这个案子不敢说。我觉得反正2审大概就是差不多在1年吧，我觉得。我认为可能不止。我认为这案子比较复杂，可能不止。以前有些案子搞个10年8年都很正常啊。早年是这样啦，然后当然就现在有速审法。速审法，对。速审法到底是怎样？速审法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一直拖，好，那到最后的话，你必须要赶快结案，而且本来判的刑期要打折。好，那所以拖太久了。对，拖太久要打折。因为对当事人这么长的时间，也是一个虽然没有关到牢里，也是一个折磨。以前台湾的法院有一个的做法了，好，就是也认为你有杀人，但是呢，律师辩护的时候就会说，到底是砍3刀还是砍5刀啊？这个就搞半天，没有调查清楚，所以最高法院就会说，到底砍3刀还是砍5刀？你回去查清楚。那高等法院说，那其实应该是砍5刀。最高法院上去说，那你确定不是砍4刀吗？然后人也死了，然后就为了到底是开几枪砍几刀？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些法官他以前希望死刑的案件不要在我手上定验。好，我就让你反正一直发挥就不是我嘛，对啊，时间就一直拖，所以时间就一直拖嘛，所以要个速审法。所以以前什么流浪法庭20年、30年就是这样啊。好，所以这个速审法其实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来，王慧要不要补充？我觉得因为现在等下5点半应该柯 P 自己会跟黄国昌出来开记者会了哈。那因为现在其实判决书还没有出来，那大家前面已经讨论非常多哈。那不管是宏威或像中线，这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在这个案件的1年多当中其实我自己要讲的确实是人格毁灭在先呐。哈，现在的细节我觉得等判决书出来之后，我们再来看他是怎么样子去认定这件事情，我们再来做相关的一个说明。但是呢，我想民进党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让民众认为，就是说他在判柯文哲这个案子是台湾的司法是值得被台湾人信任的。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执政之下，好赖清德执政之下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危机啦。好，我相信我其实很认同蒋万安讲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好，所以大家在26年今年的选举里面，我想也会做下一个明确的一个决定。那你认为对跟蓝白合然后年底的选举有什么影响？我认为没有什么影响，更加深啊！我刚刚在小草群，像我们现在在录影，但我稍微瞄一下，我觉得大家真的整个炸开来了。就像我前面一段讲的如果大家目标28年，好，就是要下架民进党，我想26年是一样的意思。以现在目前来说，整个的一个氛围上面。以我们整个的一个比数啦，所谓比数就是说的这个支持度的部分，民进党跟蓝白加起来是46左右嘛，我想这个比例还是没有变的，所以要下架民进党，当然是要蓝白合作啊。所以律师，我在判断这个案子，就是说，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金流了，除了那个基金会那个东西，你也其实有点弹性，所以没有金流嘛，所以我本来认为说，如果判有罪，主要是图利。因为你110多亿审进去就得了这个利嘛，所以而且图利也不是要什么证据啊，我就图利就图利了嘛，对不对？不需要你什么，也不一定要有对价，就法官他不只是图利，他连这个他其实就是说那个210万，他就是对价，他就是把那。但到2审会不会有不同看法呢？法官会不会有不同见解？我的印象是因为当初朱雅虎他是鼎越公司的董事长，他自己说这7个人化整为零，就是为了这个容积的问题。好，那当然我也听过法院记者跟我说，在法院开庭的时候他就讲的，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好，但是他很多到法院都翻供了，好像。对，但是前面有这个证词在，所以看起来时间又有紧密连接，所以法官认定了210万的部分是有对价以后，虽然你是政治现金，但是跟特定的作业有对价，那就是汇款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马英九办公室其实马英九现在已经不当总统10年了，他就算那个基金会一大堆但是呢引起媒体这么大的瞩目那马英九说呢，他是法学出身，所以六亲不认，认为萧继成有财政纪律的问题，这马英九认为了。那萧继成说，我不可能背信了，也不可能被这个去干这些事情，但是因为最近很多事情马英九都忘了那另外呢，这个马英九跟萧继成就到底有没有人挑拨？那马英九说，如果有行得正也不怕挑拨
然后呢，这个消说执行长是马英九都同意然后呢，马英九说为什么没有书面的派令那消息者说他常常忘了事情，马英九说我76岁，有些事当然会忘然后呢，到中国大陆带的学生等等有没有接受捐款然后呢，他们说有接触台商所以呢，这个有没有财务上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有没有接受捐款要查清楚，意思说他没经手，不是他那另外呢，郑丽文说国民党要团结，不要让我们看笑话，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像昨天我就见到很多人传简讯问我说，马真的有失智吗？真的是，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跟他很久没接触了真的不知道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说不要做敌人手里那把刀，说马英九的幕僚朋友呢伤害了马英九跟国民党所以呢，这个郑丽文说看到萧锡成的脸书心疼不已，因为郑丽文请了萧锡成做副主席所以呢，郑丽文说我支持萧锡成，党会做他最大的后盾那另外呢，郑丽文说民进党有这个钞票的能力，可以买通媒体跟民调所以郑丽文说民进党呢对台全面认知作战，那民进党就很生气说呢要告你，赶快要这个为了你泼脏水道歉，否则我就要告你。那国民党就说呢，那你公布嘛？你们现在民进党政府这些标案，你补助到底补助3立多少钱？补助民视多少钱？有没有给自由时报？把这些公布一下有没有给一些名嘴的节目等等公布出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我们看一下。一路上有说有笑聊不停，萧锡成跟郑丽文一起步入常会厅，看来心情平复许多。副主席纪凌莲、总召傅昆萁都特别上前握手拥抱鼓励。我感慨万千，也心疼不已。有他身边多年的幕僚朋友，我是不知道这样还算不算朋友啦，竟然不惜伤害马总统，也伤害本党。郑丽文大三，这位马英九多年幕僚，但面对马前总统证实萧锡成离开基金会，就是因为违反财政纪律，具体市政整理的差不多了，并且6度重申6轻不认，更强调从政多年最恨贪污背信。我什么事情都有跟他报告，我怎么可能背信？财政纪律更是可笑，我很难过，我很遗憾。要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止萧锡成忍不住泪水哽咽，马前总统也说自己都会暗中落泪，并称萧锡成文公辞常结伴到大陆访问，接触很多台商，中间需查有无财务上的关系，让外界纷纷认为这人事震荡是否也是回朝的前马英九核心幕僚跟萧锡成亲美亲中的路线之争，而萧郑两人似乎也把矛头指向他，不要做敌人手里的那一把刀，不代表本党同志可以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现在就是怀疑东怀疑西，我很无奈。从事发到现在，马总统完全不愿意听我解释。面对马办将把萧锡成案送司法调查，郑丽文是否会挺到底？绝对会做我们所有从政精英最大的后盾跟支持，也绝不能够让有心人士得逞。毕竟此案牵扯上司法，蓝党中央也得谨慎处理。来，这个香伦怎么看？国民党中央的反应大概已经说明了很多的事情，就是说，毕竟在过去30几年里面，国民党只执政了8年，就是马英九这8年，而这8年里面，最后执政留下第一个响的，我也常想这件事情，就是我已经10年没有访问马英九，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我自信大概是访问他频率相当高的媒体人，我已经10年没有访问他。那这10年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完全能理解，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当我问过几次马办说呢，我想访问马总统，比如说他到大陆啦去访问啊等等，我想访问马总统，他们都跟我说呢，不要让他们不想让总统接受访问。那慢慢的我也就没有再做任何的接触，慢慢也耳闻了一些事情。那大家可以再去推敲一下，你看，不管是2024年的总统选举，整个过程当中呢，有没有马英九的助选站台都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任何的，就是说呢，立委啦等等的县市长的选举，马英九站台你都没有看到。也就是马英九其实他已经跟政治活动脱节非常久，这脱节是有人不喜欢他或者刻意的封杀他，都不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情非得已。
当然呢，就是说担任过高阶的政治人物，而从这个镜头、从权力结构当中，他们都有很丰富的执政的能量。但这个执政能量在国民党最风雨飘摇的时候，都没有让他们站上第一线做登高一呼的动作。不是只有马英九，有好几位的政治人物呢，都有类似的情况。那马英九办公室这几年的时间，马英九曾包括上次呢去大陆的时候，不管在任何的场合出现，你看跟的媒体这么多，但是没有人可以跟马英九做一些深度的访谈。其实这2天联合报访问马英九，大概是这几年你仅见的马英九的专访，而且只有20分钟，20分钟，而且联合报。我觉得联合报的处理，联合报把它处理到，就是觉得好像马英九是呢有问有答，思绪好像很清晰，但其实并不是，连拍的照片呢都刻意的选了侧面的照片，就是那个访问呢，反而呢会让不明就里的人会认为，就是说马英九今天是在一个非常清楚状况的情况下面呢所做的指控。今天呢所遭遇到的问题，固然呢，反正呢，大家都怀疑马英九的总统的身体呢，可能有一些的状况。它类似什么？它类似呢许多的家里面的晚辈，他会开始去质疑。就是长辈在某种身心状况下面呢，所签下来的文件所做的这些的陈述，到底有没有效？因为某一些的身心状况呢，它是一个很慢速发展的过程，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 OK 的，但是有很多时候你又非常清楚的知道它不 OK。那现在呢，马英九这样的情况，他对萧俊指控，他就出现2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曾经跟过马英九的人，或者现在党中央你刚刚看到的这郑丽文，几乎呢都力挺萧旭晨，这个就很特别。马英九是国民党现在唯一的当过总统的人，但是大部分人呢都会呢去挺萧旭晨。第二个，马英九呢担任过总统呢很长的时间，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台面上面有谁？年轻的时代8年的时间，你没有培养出一群的国民党的年轻世代，没有8年的时间，国民党没有培养人，这对国民党的伤害呢太大。这虽然是政治面的问题，但是也说明了现在马英九呢到了晚年的这个时候，当他做这个指控的时候，几乎除了马英九办公室的他的好朋友之外，没有人站在马英九的立场上面。去进一步的去，换句话说，基本上面蓝营的现在的所有的从政的同志似乎没有接受马英九办公室的讲法。好，那马英九办公室里面除了萧旭晨，因为萧旭晨呢是办公室主任，然后一般露脸的是他，另外的一位呢叫王光慈吧，王光慈的状况更糟，他的压力呢更大，就是基本上面。在这种的庞大的压力下面呢，身心呢近乎崩溃。我听说了，我只是听说而已哈，我并没有呢直接问他。所以呢，其实马英九现在的身心状况呢，所做的这些的指控，他到底有没有效？没关系，反正的都已经移送了法律的单位。可是这件事情呢，对当下的国民党，对当下呢曾经呢为马英九呢效犬马之劳的国民党的精英们，确实是一件非常困扰的事情，而能够呢简单的一句话呢去做澄清的，可能是马英九的家人，马英九最核心的家人。那这个最核心的家人，可能呢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呢马英九现在的身心状况，可能一句话呢就能够呢把这件事情呢都平息掉，而不要让现在的国民党在现在党中央或者被指控的前幕僚跟马英九的好朋友之间呢。大家呢隔空，除了呢拉仇恨之外，他几乎没有透露出更多的具体的讯息。所以马英九的指控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呢要移送检调了，直接就移送检调了，可是呢对国民党的伤害，看起来现在呢只有马家的家人呢可以一句话呢澄清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赖清德因为在周末在盘示会讲的时候，核2、核3，意思就是可能这在恢复了啊。那你不是反核吗？没有，核3厂的2号机去年停了以后，过去已经过去了。
以前种种过去了，我们现在是重新开始，所以我们不讲是什么重新，我们是新的开始哦，不是这个什么继承过去，不是。那行政院也讲话了，说核能态不变，要有3个原则哦，它有3个原则，就是核安无虞、核废有解、社会共识哦。所以那现在有变吗？他说变了哦。那另外呢，如果没有社会共识就重启核能，民间团体就生气了，说赖清德有威权的基因。你看看各县哦，新竹市、台中市、云林县、台南市、金门、宜兰，各地的代表都来了，反对哦，所以你是权威哦。我们没有跟你共识，我们就没有共识啊？这什么社会共识呢？哦，那另外呢，这个环保团体反对核2、核3共起，要政府回答核废料放哪里？因为本来就要核废料，你要讲清楚放哪里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反核团体还冲到民进党部，因为原来都是战友啊，说了要蔡英文出来选2028，延续蔡英文的非核家园。赖清德休息，蔡英文出来。经济部长说有啊，什么废核没节能，放在干式储存厂，早就是干式储存厂。我想家里知道，新北当时就搞得很尴尬，因为4座里面3座都在新北啊，核1、核2、核4在新北。当时就是因为他先在地下，在核电厂的下面，那是湿式储存，湿式储存满了，然后就旁边要盖一个干式储存槽，都盖了不是没有，所以。经济部长讲的时候，好像一副我们新盖的一个干式储存槽，以前没有，不是，以前就有了，只是以前呢反对这个哦。那另外呢，台电说我们的燃料棒是可以足够40年哦。那台电未来会有5座干式储存厂哦，可以把过去40年发电后的2.1万束用贵的核燃料棒能够放40年哦。但是现在核工人才也没有了。昨天我们核四以前的前厂长王长来这里啊，他说核2、核3还有一些核四根本人就跑了，所以呢，怎么把他聘回来，怎么样再培训他是很重要的，人还是很重要。你核电厂要有人啊。联合报黑今天说，民进党要反核，先废反核的党纲，党纲就因为这个行政院长昨天说说反核不是我们的神主牌所以我开玩笑，我说以前是女神，现在变成神女了哈。就你原来怎么不是呢？就写在党纲里面，这很重要的然后现在又说不是这个，所以他们说你那不是就把党纲先拿掉吗？表示你不是真的有诚意吗？我们看一下。反对核电重启，核废料放哪？政府请回答。反核团体26号一早集结行政院门口，不过这个问题前一天经济部长龚明鑫已经给答案。以核2的部分放在干式储存槽算不算核废有解？还是说要最终处置长找到才叫核废有解？定义是什么？就经济部来讲，中间的中中间我们把它顾好。但反核团体认为台湾地震频繁，核能并非最安全的能源，更直接痛批赖总统。当年你参选的政见说要深度节能，你讲了很多打动人心的话，让你自己骗票当上了总统。你现在现出原形了，忘记你过去喊说要省下1座核电厂，轻率的反核，让我们非常的愤怒，也非常的失望。而赖总统一早出席了 AI 相关活动，不过一改日前主动谈及核电的态度。身为总统，我的使命就是让台湾无可取代，而且要延续台湾未来下一个世代的竞争优势，所以政府提出了 AI 新10大建设。著名反核人士到民进党中央党部抗议。对于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要重启核电表达不满，更喊话请蔡英文选2028。我们谈永续，不能只是谈环境跟产业的转型，也要留住人才，更要让不同世代的人都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一起为台湾的未来努力。总统怎么看赖总统重启核电非核家园被逆转？怎么看自己的核电政策被逆转了？完全没有回应，也没说明，这前后任总统真是有默契。嘉玲。一定要问你了，没办法，3座核电厂都在你们那边了。对，就是核1，对啊，核1、核2、核4啊。对，核4其实也没办法了，你那么多年都已经搁在那边哈。不过对新北来讲啦，我是新北市民，我是反对核2再重启的。
好，因为这个确实在人口的密集度还有距离上面，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隐忧哦。特别是刚刚赵大哥讲到这个干式储存哦，这个新北市政府跟台电杠了11年了，到最后后来真的没有办法告来告去，后来真的坐下来协调，在2024年才正式让他们过。然后呢，2025年拿到执照，好，所以在这个核废料的问题上面，确实是对台湾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好。但是呢，至于核三我没有办法替核三的人讲话，因为他是屏东，我在新北，好。那另外一个呢，我要讲就是核安的问题，我们很多的环保团体对于核安的问题是特别关注，确实在这个现阶段的我们的核2、核3厂在核安的问题上面，当然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情，但是大家看到国外的状况，大家当然会担心，所以我认为啦，这个无论是核2要重启或核3要重启，核2我是反对，那核3要不要重启是可以讨论，务实讨论，因为它比它才刚除役，它的状况会比核2还要好一点。那我们台湾能不能用务实的去思考？这恐怕要做足很多的社会沟通。为什么赖总统我也直言为什么赖总统在这一次突然抛出这个议题，会引起包括民进党的支持？因为包括我在内，我会走街头说反而走非常久。那我要怎么去接受说这样的论述？我们现阶段当然有不同的环境，包括地缘政治的关系、战争的关系，或是 AI 相关需要大量用电的产能的关系，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个论述跟沟通不足啦。如果呢，在抛出这个议题之前呢，能够做好沟通，包括跟环团的沟通，包括跟我们民进党支持的沟通，甚至跟社会的沟通，甚至跟公职的沟通都做好。我觉得务实来讨论并非不行。又加上现在新能源技术越来越好，虽然还没有商转所以我认为卓荣泰在讲说这个神主不是神主牌啦当然在这么多年以前，我们核能废料啦、核安呢都还没有办法去解决的状况之下，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状况之下，当然对于我们长期反核走街头的人来讲，我们会觉得情何以堪。但是今天我是公职，我站在新北市民的立场，我认为核2因为太久，但是核3能不能讨论是可以讨论，加上核能的人才，我觉得就算核3除役了，我们这些核能相关的人还是要存续下去啊。万一你已经除役了，哪个时间点发生什么问题，还是需要这些人才。所以我认为社会沟通的社会共识是相当重要的。我先补充一下就是澄清一下，刚刚有提到就是总统的这个讨论柯文哲讲到的总统补助款，然后其实我们是有财务管理办法的这个是有明文规定，而且在选总统之前就有，这是补充一下。回来讲就我还是要给嘉玲按一个赞，要给赖总统按一个赞呢，我可能是从他上任以来第一次给他按赞，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个正确且必要的一个决定但是虽然但我给你按赞是说你敢讲真话讲跟这个赖清德可能想法不一样的部分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就这几天，就4天的时间从这个周末这个赖总统讲完之后，大家就发现说原来这个转弯可以这样转的可以讲到这个自由时报直接帮大家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帮民进党下一个就是指导期啦所谓指导期就是说告诉大家要怎么样来说明这件事情，因为他说非核家园是已经做过了嘛已经达标了就是去年的时候已经达标了就告诉所有人就说这已经达标，所以我们要开始转了就是说我们核2、核3可以来考虑重启。但是回来看就是赖总统他有感谢我们立法院就是通过了核管法，但我看了半天，我想说他怎么没有像感谢青鸟那样 specific 的感谢我们民众党跟这个国民党通过这个核管法而是感谢整个立法院。所以我觉得啦，在这个时候开始来讨论为什么赖清德会释放出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出来，很简单，它不是转弯，是他我觉得对于现实来说，尤其现在美伊战争嘛所以在有关能源上面，我想他也有绝大的一个压力啦那他也先抛出来，我也看到很多的环保团体在他们的这个群组里面真的整个大炸锅，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神主牌爆了这么久，现在突然感觉要换党纲了，这个到底要怎么噼啪别爆了啦！来，洪伟，其实重启核2、核3本来就是对的，过去我们一直在苦口婆心说破嘴，但是民进党都不听，而且用很多种理由在推脱，或者是用这种各式方式来污名化。
那我要讲就是说，尤其在这个我们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常会讲说核废料放谁家，核废料放你家好不好？用这种情勒式来讨论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那结果现在看就说，到底这个有关核废料怎么处理呢？那经济部长告诉你啊，用干式储存槽，它不是最终处置场，但是干式储存槽。那这也确实啊，全世界都在用，欧洲在用，美国在用，日本在用。那为什么到台湾不能用？可是只要在这个宣布之前，就是核废料放你家，核废料放谁家，用这样的话术。那所以我老实说了，这个转弯是对的，可是民进党必须要为这个错误的政策，他必须承认做错误。那现在用一些似是而非，比如包含就说啊，你是不是非核家园转弯？没有，我没有转弯，因为去年呢都已经达成非核家园，所以这是代表什么？哦，这代表是只要曾经有，不需要天长地久，反正我们达成了，所以我们没有转弯啊，没有改变。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没有错啊，我们是依据核管法，我们是依法行政。好，那我告诉大家，我们核管法是什么时候通过？去年5月的时候通过了。去年5月通过之后，大家记不记得？到了8月份，那时候还在大罢免，也有一个公投嘛。那时候呢，就等于说，民进党政府用全党之力、全政府之力说不同意啊，绝对不能够重启啊。那我就想请问，那3个月不需要依法行政，现在想起来要依法行政，话都是你在说，就是因为这样傲慢的态度，才造成我们付出这么多的代价。现在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整个的非核家园误国，造成我们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我觉得这个民进党还是必须承认的。民进党要还国民党一个公道啦，以前就说国民党政府藏电啦，电没有不够的问题啦，那事实上现在就看得出来，其实台湾就是。